末世降临，丧尸横行。我叫顾成渊，那天我还只是个普通大学生。世界失控的那一刻，我在混乱中竟然捡到了一个战争系统。正因为它，才得以改变。这咳声不对劲儿，不像普通感冒。大妈，你没事吧？水这么重，滚开！我杀人了？什么情况？恭喜首家达成，战争系统激活，新手礼包成衣，已发放至宿主空间。个人面板，兵种配置：建筑兵营，灰色，要5000斤。兵种：大夏普通步兵班1500斤，大夏精锐步兵班3000斤。杀一只丧尸给2块，得杀750只才能换个普通版。宿主新手礼包成衣，内含大夏精锐步兵班成衣、上尉军需箱成衣，是否领取？领取，立刻领取。请选择投放地点。报告首长，精锐步兵一班班长贾三牛向您报道，全班应到12人，10到12人，请指示。稍息，大班长，汇报人员火力配置。是，本班编制12人，3名步枪手，装备 QBZ191式突击步枪，3名狙击手，分别装备高精度狙击步枪 QB1-201反气沉狙击步枪，精准射手步枪。1名机枪手装备 QJB201式班用机枪，1名榴弹发射手装备 QU111035毫米榴弹发射器，2名冲锋枪手，2名霰弹枪手，配09式霰弹枪。汇报完毕。3.7毫米反器材枪，35毫米榴弹，这还是末世的硬力。很好，全员登车，目标叶州大学，出发。瑶儿，你没事吧？刚才怎么不接电话？街上好多人疯了，在咬人。哎呀，我们没事啊，把店门锁死了。你找个地方躲好，我们想办法来接你啊！妈，你们千万别出来，外面全是那种东西。我这边很安全，跟部队在一起。等我一定尽快带队伍回来接你们。在这之前千万藏好，信号可能随时断，先挂了。300厘米，妈，忍着我。一班下车清剿校门区域，建立安全区，动作要快。明白。就是这里了。贾班长，带人清理22号公寓楼，作为临时指挥所和营房。是。军棚停车。贾班长，派个小组跟我来。长官，宏图集团蔡安心，感谢救命之恩。还能走动吗？跟我们回临时基地。能，绝对能。长官，有什么需要我们效劳的？蔡某在本地还算有点人脉和资源。长官，叶州大学设施完善，围墙坚固，物资储备相对充足，确实是建立基地的理想选择。蔡总，幸存者的安置和管理工作暂时由你负责，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义不容辞，蔡某定当竭尽全力为长官分忧。基地有了，第一个管理人才也收编了。下一步就是清理周边，获取金盒，爆兵。王强，带2个人去把击毙丧尸的脑袋剖开，看看有没有晶体状的东西。是，首长。首长，找到了，在脑袋里。系统，扫描，
发现劣等生物晶核成物，可转换金钱，是否转换？全部转换。找到了，这个末世的硬通货。全体注意，战术变更，以后战斗优先爆头，最大限度保存晶核完整。战斗结束后，第一时间采集晶核。明白。系统转换。一天收入410金，照这个速度，很快就能兑换第2个步兵班。这哪里是险地，这分明是一座等待开采的金矿。青角安置区就是我的血矿计划。各小组报告情况。一组到达指定位置，未发现大规模狮群。Over。2组就位，接到清空。Over。按计划行动，逐屋清理，优先获取晶核，注意安全。汪强取核，林泽俊警戒。是。系统转换。转换成功，金钱加8。首长，今日又接收了17名幸存者，主要是附近商户和租客，安置压力渐增。哎，元哥，兄弟们不能光吃饭不干活，给我们发枪吧，我们也能杀丧尸。发枪？你们会用吗？遇到狮群不会掉头就跑？我们可以学。再说，帮忙搬东西、挖晶核总行吧？枪暂时没有，但可以成立民兵队，负责战场辅助、物资运输、基地警戒。民兵队也行。赵杰，任命你为民兵队长，首批编制50人。蔡总，协助配发基本工具和标识，待遇按贡献点计算。是，首长。赵队长年轻有为，定能上任。保证完成任务。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叶州大学基地民兵第1大队，我是大队长赵杰。我们的任务是辅助正规军搬运物资、挖取晶核、守卫基地。想吃饱饭、想活命，就拿出力气来。现在开始分组。王强，你带一队负责西区物资清运；李默，2队跟我去前沿挖晶核，动作快。首长，狮群密度很大，强攻可能陷入缠斗。顶过来，利用火力优势歼灭。火光墙，制造噪音。明白。第1道防线自由开火，重机枪准备，重机枪开火。狙击手，重点清除速度型。这太可怕了！我们真的要上去吗？首长，民兵队是不是可以先撤下去？现在撤阵脚就乱了，让你的人蹲好看着。这就是末世，不想变成他们，就得学会面对。看见没？他们没那么可怕，恐惧比子弹更致命。各排，统计战果，收集晶核。民兵队，上前协助清理战场。系统全部转换。开始转换，金钱加1024加867，金钱总数达到3102。够了，兑换普通步兵排。消耗金钱3000，普通步兵排兑换成功。排部指挥组第3、4步兵班已发放至营地外围指定地点。报告营长，步兵第3排排长周海率全排向您报到，应到32人，实到32人，请指示。稍息，周排长，欢迎加入。情况紧急，客套免了，先安排部队休整。排长、班长，半小时后指挥部开会。是。
各位，这是3排长周海。从此刻起，我军编制升级为加强步兵排。当前任务不变：一、加速清理安置区，获取资源；二、巩固基地防御；三、优化内部管理，提高效率。蔡总，幸存者增多，你的压力会更大。赵杰，民兵队要加快训练，承担更多辅助任务。明白，明白。我们要制定更积极的清剿计划，尽快啃下安置区这块硬骨头，为下一步行动积累资本。动摇，7楼清理完毕，基地丧尸3名，收获金课乘3。over。收到，继续向上清理，注意搜索有用物资。over。动摇，我是动3，我排在2号楼天台发现异常情况。over。动摇收到，讲。over。天台发现大量动物粪便和啃食痕迹，脚印类类似灵长类，但更大更深，感觉不对劲。over。保持警惕，完成当前任务后收队详细汇报。over。首长，您看这个，在天台边缘发现的。首长，我们还发现一些滚核被咬得粉碎，力量很大。猴子，看来这鬼地方不只有一种魔力。通知下去，以后警戒范围扩大，不仅要防地面，更要防着头顶。首长，几只猴子卡上来了，正好给兄弟们加餐。加餐？普通猴群抱团都能从花豹嘴里抢食儿，天知道这末世里的猴子变成了什么鬼样子。所有人都给我打起12分精神。军鹏，减速，关掉大灯。是。人跟通知各车加强戒备，尤其注意道路两侧及上方树林，保持静默，快速通过。丧尸还没清干净，又冒出这些东西，这片血矿比想象中更烫手，必须加快速度，积累力量。首长，里面2只，快速解决。搞定。系统转换，转换成功，金钱加6。东梁，你们那边情况如何？安全，收割顺利，已清理5个点位，收获金核11。蔡总，今天又来了一个排的兵力，顾首长这势力膨胀的是不是太快了？咱们这些老人以后说话还管用吗？小卢，记住你的位置，首长实力越强，基地越安全，我们大家才越有好日子过。做好分内事，别想不该想。是，蔡总教导的是，我就是有点担心，往后这规矩，顾首长的规矩就是基地最大的规矩。心思活络是好事，但要用对地方。夜袭效率不错，风险低，收益稳定，但终究是零敲碎的。安置区核心地带丧尸密度极大，必须集结重火力，硬碰硬砍下来。资金又快够了，下一步必须解锁排属重火力。猴子，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不管你们想干什么，都别挡我的路。系统全部转换，开始转换，金钱加854，加921，金钱总数达到4877。够了，不仅能补充弹药，还能兑换那个了。就是它，兑换2组。叮，加号金钱1006，兑换6骑士通用机枪乘2，机枪组成4人，已发放至军械库。机枪组，目标狮群中前部，覆盖射击，打！
注意头顶，寻找掩体。机枪组抬高射箭，驱散楼顶猴群。各排高地掩护，跟着身高后攻三关路，此刻放弃打扫战场。丧尸不可怕，猴子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畜生好像会利用丧尸，甚至轮手，真的是。撤退式统计，此战消耗弹药基数1/3，未能按计划获取晶核，反而损失部分装备，民兵轻伤3人。那些猴子太邪门了，不像野兽，倒像有东西在指挥他们。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干扰我们清剿丧尸，不让我们轻松获取晶核。我们之前小看这些变异生物了，他们不仅是威胁，更可能成了我们获取资源的阻碍者。硬拼损失太大，得不偿失。首长，那安置区核心区还打不打了？打，但要换种打法。既然他们会利用环境和丧尸，我们也要变得更聪明，火力更强。合成营如果能解锁，就能拥有炮兵、工兵，甚至装甲车。到时候别说猴子，就是来群大象也能碾过去。资源点，西水区中环路好像有一家军品店，如果能拿下那里。昨天的仗没打好，不是兄弟们不拼命，是对手比我们想的更狡猾，但这不代表我们输了。我们看清了对手的伎俩，也知道了自己的不足。接下来，我们要进行针对性训练，步兵排、机枪组加强护伞协同和防空防偷袭演练，民兵队强化战场救护和物资快速搬运。同时，我们将制定新的作战计划，目标不再是盲目清剿，而是有选择的占领关键资源点，壮大自身。我们要用更强大的火力。更灵活的战术，告诉那些挡路的家伙，这片土地，谁才是主宰？必胜！必胜！必胜！这个铁盾军品店，里面可能有我们急需的武器、弹药、装备，甚至通讯设备。拿下它，能让我们实力短时间暴涨，应对回家路上的风险。我同意，但根据侦查，军品店有武装人员驻守，强攻可能损失不小。也耗时间，时间我们耗不起。赵杰，到，首长，你带民兵侦察小队，立刻对军品店进行渗透侦查，摸清对方兵力、火力、布防。记住，隐蔽第一，不到万不得已，不准交火。是，保证完成任务。门口2个，2楼窗口有反应，可能有哨位。侧面小巷似乎防守不弱。杰哥，看那边，有后门。杰哥，丧尸！别动，等他们过去。喂，那边有动静，走，暴露了，撤！按 B 计划向 C 点撤退。对方大概有15到20人，装备不强，有简易攻势。我们暴露了，但对方应该没摸清我们虚实。伤怎么样？皮外伤，没事。好，你提供了关键情报。对方有准备，强攻不至，但我们没时间耗。吴副营长，通知各排做好战斗准备，拂晓时分，趁其不备发动强攻，速战速决。是，军品店必须拿下。爸妈，等我。首长，军品店那边。怎么回事？不是丧尸的动静，还有别的枪声，是谁在攻击他们？各单位注意，计划有变，军品店遭袭，全体进入1级战备，侦察班前出弄清情况，快！报告，侦察班报告，军品店正遭遇大规模尸潮和变异猴群联合袭击，攻击方不是人类。尸潮和猴群一起？不是一起，是都被引过去了，或者被某种东西驱赶过去了。看这个冲击模式，不像。
毒药，市区里有力量性变异体，后勤在楼顶投掷杂物，配合市区进攻，守军快顶不住了。军品店不能丢，但现在冲进去就是陷入三方混战，损失太大。首长，要不要等他们两败俱伤？不，等不了。师朝和侯群如果彻底摧毁军品店，或者盘踞在那里，我们再想拿下就难了。这是机会，也是危机。传令，全营出动，目标军品店。作战方案变更，不是强攻，是驱虎吞狼。优先击溃师朝和侯群，趁乱接管军品店。装甲车开路，步兵车跟进，迫击炮提供火力支援，动作要快。明白。侯群，又是他们，这次规模更大，很有组织。那个白毛猴王肯定在。迫击炮排，目标狮群密集区，3发急速射，开火！重机枪压制楼顶猴群，步兵各班侧翼轻巧，迅速压缩战场。跟他们拼了！就算死也不能把东西留给他们。想鱼死网破。亚三牛，带你的人强行突入军品店主楼，控制里面的人，尤其是首领，要快。是，一排，跟我上！缴枪不杀，做梦！一起死吧！报告，1楼清理完毕，控制俘虏，搜索整栋楼，重点找仓库和军火库。猴群不对劲儿，他们好像在保护什么，或者在阻止我们得到什么。狙击手，优先击杀那只白毛猴王。首长，猴群在驱赶丧尸攻击我们，他们想借刀杀人，清理掉丧尸再独占这里，好狡猾的畜生！稳住阵脚，重机枪不要停，迫击炮延伸射击，阻断狮群后续。2排3排向主楼靠拢，巩固防线。我们占了主楼，就赢了第一步。别开门，里面是老大养的疯狗，变异的，疯了！疯狗。变异体，东耀，发现仓库内有异常，怀疑关押变异生物。守住门口，不要贸然开启，外面战斗结束再说。明白。我们拿下了。伤亡统计中，俘虏已控制，仓库情况不明。打扫战场，收集金盒。亚三牛，带工兵排，准备强行开启仓库。我倒要看里面是什么鬼东西。报告甲排，门锁太结实了，硬撬很难，建议用炸药。不行，里面情况不明，万一炸塌了或者伤到重要物资怎么办？用切割机。东耀，我们正在尝试破门，里面动静很大，加快速度，但务必小心。天快黑了，我担心夜长梦多。明白。排长，门要撑不住了，后退，准备战斗。首长，防线已部署完毕，但晚上视线太差，我担心。我知道，告诉兄弟们，今晚是关键，无论如何要守住这24小时，哨兵加倍，红外夜视仪全部启用。注意头顶，猴子又来了！开火，自由射击，把他们打下去。报告，3点钟方向有个大家伙过来了。
挡住他们！稳住，把他们押回仓库。报告，东侧防线被猴群突破，2人受伤，楼顶压力巨大，巨人正在撞击承重柱。首长，情况不妙，内部变异体还没清完，外面压力越来越大，伤亡在增加。不能退，退了就前功尽弃。告诉贾三牛，不惜一切代价，10分钟内清理掉内部威胁。吴副营长，你亲自去1楼指挥防御，把所有重火力都给我调到巨人那个方向，优先解决他。是。同学兵守住这里，我上1楼。首长，里面清理完了。好，立刻支援外墙防御，重点是那只巨人。楼要塌了，巨人在撞承重墙。贾三牛，带着人跟我上，必须干掉那只畜生。是，一排的，跟我来。手雷，用重武器。不行，常规武器效果太差。散开！火光墙，掩护我！班长，三牛回来！首长，替我多杀几个丧尸，告诉我爹娘，儿子没给他们丢脸。首长，跟我一起上路吧！班长！火力瞄准巨人伤口，打！给贾排长报仇！不能让他跑了，追击！首长，追不追？穷寇莫追，清点伤亡，巩固防线。天亮前不能有任何松懈。阵亡9人，重伤7人，轻伤21人。贾排长他，抚恤工作一定要做好。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的立足之地。报告，系统提示：24小时坚守任务完成。首长，这是从那些特别厉害的变异体和巨猿附近找到的。检测到高阶能量晶核金刚巨猿，可进行特殊对话。兄弟们，我们守住了！贾排长和所有牺牲的弟兄，用他们的命为我们换来了这座军品店，换来了我们继续活下去、杀回家去的本钱。这笔血债记下了。不只是丧尸，还有那些猴子。终有一天，我们要让他们血债血偿。现在我命令吴副营长带人清点军品店物资，抢救伤员，其余人原地休整，保持警戒。是。检测到高阶能量核心金刚巨猿，能量评级 A 级，可进行特殊兑换。选项1，直接转换为15000金钱。选项2，解锁并直接兑换合成营核心指挥单元，含营部指挥组、基础通讯枢纽、战术地图系统。选择2，解锁并兑换。确认指令：消耗 A 级能量核心乘1，解锁合成营模板。解锁成功，兑换合成营核心指挥单元。兑换成功，单位已投放至安全区域。三牛，兄弟们，你们的血不会白流，我们有了新的力量，这条路我们会继续走下去，直到回家。同志们，我们守住了，但是我们失去了贾三牛排长，失去了8位好兄弟，他们的牺牲是为我们所有人挣来了一条生路。这笔血债我们记下了，不仅是丧尸，还有那些变异畜生，此仇必报。现在我命令：第一，妥善安置牺牲战友遗体，集中火化，骨灰带回基地；第二，轻伤员立即救治，重伤员优先后送；第三，吴副营长，Go，由你负责彻底清点军品店所有物资，武器、弹药、装备、食品、药品，1颗粒粮食、1颗子弹都不能漏。是，其他人加固防御，轮流休整。我们有了新的力量，但这只是开始。解散。
首长，清点完毕，步枪200支，配套弹药30万发，轻重机枪20挺，弹药10万发，4连火10具，炮弹50发，还有大量战术装具、医疗用品、单兵口粮，足够武装一个加强连，支撑高强度作战1个月。很好，这是我们用命换来的本钱。务必抓紧时间将这些物资装车，同时，系统新给的营部指挥单元应该就位了，我们去接收。看，我们的新大脑到了。兄弟们，看见了吗？这就是我们新的力量，是用牺牲换来的，也是我们未来生存的保障。今天我们就用这些新家伙给死去的弟兄祭旗，把外面的丧尸世世告。目标：清理军品店周边1公里内所有残余丧尸，步兵战车为主，迫击炮提供火力覆盖，各步兵排协同清剿，行动！太猛了，这比用步枪爽多了。早知道有这玩意儿，贾排长他们也许……报告，清剿任务完成，周边威胁已基本清除，共击毙丧尸约500，我方无一阵亡，仅消耗少量弹药。合成营的火力和指挥效率远超以往。这只是开始，我们必须尽快熟练掌握这套体系。务必加快物资转运和人员修整。我们在此最多再停留48小时，然后返回主基地。我有预感，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首长，接到不明无线电信号，信号源来自西北方向，试图与我们建立通讯。接进来。这里是复兴会第7先遣队，呼叫占据原铁盾军品店的未知势力，报上你们的身份和指挥官。我们是叶州大学幸存者基地武装力量，我是最高指挥官顾承渊，有何指教？叶州大学基地，没听说过。顾承渊指挥官，你们能拿下军品店，证明有些实力。复兴会旨在重建秩序，整合资源。现要求你们在24小时内向我会移交军品店所有物资及武装人员的指挥权，接受整编。这是你们生存的唯一机会。狂妄！哼，如果我说不，拒绝合作的代价你们承受不起。别忘了，这片土地上不只有丧尸。复兴会，看来这水比想的要深。吴斌，你怎么看？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情报很准，知道我们刚经历恶战，就想趁火打劫。复兴会，妈的，口气不小，让他们来试试。首长，打吧，正好用他们的血给新装备开光。首长，民兵队请求参战，我们也能打。仗肯定要准备打，但我们不主动惹事，不怕事。吴副营长，加强警戒等级，放出侦察无人机，监控系统风险。各连队加快休整和装备熟悉，做好战斗准备。赵杰，民兵队加强基地内部巡逻和物资看管，防止渗透破网。是，是。复兴会，看来想在这末世活下去，光对付怪物，必须尽快整合内部，提升实力。军品店的收获和系统升级是契机，下一步就是彻底掌控叶州大学基地，将其打造成真正的堡垒，然后围剿。回来了，部队回来了，还有新坦克。首长，你们可算回来了。听说你们打了大胜仗。老蔡，基地情况怎么样？一切正常，就是大家都很担心你们。
此次行动，我们付出了代价，但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现在，我们面临新的局面，内部要尽快消化战果，整编部队，将合成营的战斗力完全形成；外部，复兴会虎视眈眈，周边丧尸和变异兽威胁未除。我建议立即进行部队扩编和强化训练，利用军品库装备，优先武装召集的民兵队，将其升格为预备役步兵连，作为基地防御和辅助作战力量。物资统计和分配方案我已经初步做好，请首长过目。基地内部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强，尤其是新来人口的安置和分工。民兵队保证完成任务，绝不给主力部队丢脸。好，就按这个思路办。吴斌负责军事整训，蔡恩熙负责内政后勤，赵杰配合。给你们1周时间，1周后我们要有能力应对任何挑战，并开始筹划下一步的远征计划。爸，纪元又进了一步。等着我，无论挡在前面的是什么，是丧尸，是怪物，还是什么狗屁复兴会，我都会碾过去。回家的路，我一定要打通。隐蔽！杰哥，是复兴会的人，他们在布设标记，不能让他们摸清我们的布防，准备战斗，抓活的。有埋伏，撤退，压制他们，别让他们跑了。立刻带回俘虏和较好的装备，向首长报告，我们暴露了，对方是硬茬子。首长，复兴会的侦察兵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看来他们的通牒不是虚张声势。他们想为后续攻击标定坐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不能再被动等待。你做得对，这仗迟早要打，提前撕破脸，好不被他们摸到枕头边上。伤怎么样？皮外伤，没事。好。吴斌命令部队进入1级战备，按第2套防御方案展开，无人机全部声控。我要知道他们主力到底在哪儿。是。报告首长，无人机在西北10公里处发现大规模热源信号，至少1个加强连的兵力，配备轮式装甲车和迫击炮，正在构筑前进阵地。果然来了，传令下去，明日拂晓。就是见真章的时候。叫你们指挥官顾成渊出来说话。我就是顾成渊，陈指挥官。带这么多人和家伙来，不像是做客。顾成渊，废话少说。我复兴会的规矩，顺者昌，逆者亡。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交出装备和指挥权，接受整编，否则等我踏平你这破基地，鸡犬不留！我这只有战士，没有奴才。想要我的基地，就拿命来换！开炮示警！首长，狙击手，把天上那架嗡嗡叫的无人机给我打下来！陈凤，这就是我的回答，有胆你就放马过来！首长，对方火力不弱，强攻我们伤亡会很大。我知道，他不敢立刻总攻，是在等我们被炮击吓破胆。传令各阵地，依托攻势，放近再打，重点打掉他们的装甲车和迫击炮。是。另外，赵杰表示，民兵连能否进入第2阵线参战？准。告诉他们，这是生死之战，没有前后方之分。妈的，这顾成渊是个硬骨头啊，攻势修的有点门道。指挥官，强攻损失可能不小，不如围困。围困？总部等不了那么久。命令部队
试探性进攻，找出他们的火力点。重机枪，打掉那几辆装甲车的轮胎和观察窗。迫击炮，覆盖后方步兵集群。步枪少，自由射击，瞄准了打！兄弟们，集中，让主力部队看看，我们民兵也不是孬种。首长，初步统计，击毙击伤敌军约30人，摧毁装甲车2辆，我方轻伤5人，攻势轻微受损。很好，告诉兄弟们，打得好，但这只是开始。陈峰不会甘心，加强警戒，防止敌人夜间偷袭或炮火报复。报告，无人机发现敌军后方有车辆掉头，似乎运来了更重的家伙，像是无后坐力炮。看来陈峰要动真格的了。命令部队抓紧时间抢修工事，补充弹药。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首长，陈峰白天吃了亏，晚上消停了不少，但我们的无人机发现他们的重炮阵地正在加固，无后坐力炮也部署到位了。长期围困下去，对我们的补给和士气不利。首长，民兵连的兄弟们求战心切，我们不能光挨打不还手啊！围困，他想耗，我们偏不让他耗。白天他们进攻累了，晚上该我们活动活动了。吴斌，你亲自带一排精锐，再从赵杰的民兵连挑几个好手，组成夜袭分队。明白。任务目标有3个：一，摸掉他们的前沿观察哨；2，尽可能破坏他们的重炮阵地或者补给线；3，抓个舌头回来，最好是指挥官身边的。我要知道陈峰的下一步计划和他们的真实底细。是，我立刻去挑人。记住，快进快出，一击即走，不要恋战。凌晨2点行动，拂晓前必须返回。保证完成任务。妈的，白天损失不小，陈指挥官发了好大火。怕什么？明天重炮一响，看他们还怎么嚣张！救世军那边催得紧，这边必须快点解决。引爆！首长，任务完成，炸毁一门炮，抓了个通讯兵，看样子知道点东西。告诉我，陈峰明天到底想怎么打？还有，你刚才提到的救世军是怎么回事？我说，陈指挥官打算天一亮就用重炮来轰击你们的正面防线，然后派装甲车强攻。他和东边的救世军在抢市中心的一个粮库，那边打得很激烈，总部催他赶紧解决这边，回去支援。东边救世军，看来陈峰的后院也不太平。情况都清楚了，陈峰急于求成，主力被救世军拖住，这是我们的机会。与其等他来攻，不如我们主动出击，打他的7寸。首长，你说怎么打？我们2连打头阵。不硬碰硬，我们的目标是这里，陈峰的后勤补给中心，位于我们东南方向15公里处的物流园。端了这里，他的重炮就是废铁，前线部队就得饿肚子。我同意，但需要一支足够强大的机动力量，速战速决。没错，我决定亲率合成营主力，装甲步兵连开路，步兵1连2连跟进，长途奔袭物流园。吴斌，你带3连和民兵连留守基地，虚张声势，不能让陈峰察觉我们主力已走。是，保证守住家。是。李坤，带你的人快速解决外围警戒，控制制高点。朱俊，
带你的人从侧翼包抄，切断他们退路。行动！清点物资，能带走的全部装车，带不走的炸掉。留守基地的吴副营长祭电，陈峰部队出现异动，似乎发现后勤被端，有回援迹象。另外，救世军主动联系我们，希望谈谈合作。合作？看来我们这把火烧的正是时候。告诉吴斌，按计划行动，回复救世军可以谈。顾指挥官，你们端了陈峰的老巢，真是帮了我们大忙。我们提议，明日拂晓，我们东西夹击，彻底消灭第7先遣队这只复兴会的爪牙。合作可以，但战利品如何分配？战后这片区域谁说了算？战利品按战功分配，很公平。至于战后，我们救世军只在救人，无意扩张。消灭陈峰后，这片区域自然由贵方管理。我们只要确保通往市中心的道路畅通即可。好，一言为定。拂晓时分，我军将从西面发起总攻，希望贵方守信。顾指挥官，久仰。我是救世军第3团团长张建国，贵部战斗力名不虚传啊！张团长过奖，合作愉快。顾指挥官，既然陈峰已除，按照约定，这片区域交由贵方管理。不过有件事必须提醒你，我们侦察到一股规模极大的尸潮正从省城方向过来，预计1-2个月内就会到达这片区域，希望贵方早做准备。多谢告知，我们会做好准备。首长，这张团长说的尸潮，宁可信其有。打扫战场，收集所有金盒和可用装备，尽快返回基地。我们时间不多了。首长，战场清扫完毕，共缴获完好步枪120支，轻重机枪15挺，弹药若干。金河正在清点，我军阵亡3人，伤15人。阵亡兄弟的抚恤加倍，伤员全力救治。首长，新增的幸存者安置初步完成，但人口快到2000，物资消耗很快，管理压力也大了。最近有些不好的苗头。首长，我这边也听到你说什么，有人在私下传什么净化知识，说丧尸是来清洗世界的，鼓动大家别抵抗。哦，庆氏会。看来虫子哪里都不缺。老蔡，暗中查一下。赵杰，你的人也留意聚集地的动静。现在外部威胁暂缓，内部不能乱。明白。报告，巡逻队在基地西侧树林边缘发现可疑脚印和丢弃的物资包装，不像是我们的人，也不像复兴会的指示。还有别人在盯着我们，加强警戒，巡逻范围扩大。凭什么他们当兵的吃罐头，我们就只能啃干粮？活儿都是我们在干。我听说呀，那是净化之神的考验，顺从才能得救，反抗就是毁灭，跟着敬世会才有出路。干什么呢？聚众喧哗，都回去睡觉，再传播谣言，按扰乱秩序处理。尸潮数以10万计，甚至更多。可现在的防御不够，远远不够。必须更快的爆兵，升级装备。系统分析这个，检测到未知能量结晶，蕴含微弱精神波动，与数据库匹配度低，可转换为高额金钱，或作为特殊研究样本。研究样本留着，或许能揭开一些秘密。柴，听说加入敬世会真能得救啊！兄弟，你也有缘。晚上熄灯后，仓库区后面有神旗，带上诚信。末世降临，那谁之净化？唯有信奉我主，摒弃抵抗，才能在新世界获得永生。那些当权的都是在逆天而行。不准动！
全部抓起来！你们这些毒神者会遭神罚的。首长，就是他，小头目，嘴硬得很。神罚？告诉我，你们的神能挡得住子弹吗？或者说，能挡得住外面几十万要吃人的丧尸？你不懂，那是净化，是升华。认识这个吗？你们的神是不是就长这样？不可能！姐怎么会有圣经？是使者的。使者是谁？在哪儿？我说，是一个叫引路人的使者给我们的。他说，只要发展信徒，就能得到神恩。总部可能在省城方向。带下去，严加看管。明天清晨公开处置。是。同志们，我们刚刚打赢了一场仗，但有些人却想在背后捅刀子。这个净世会散布谣言，动摇军心，其心可诛。在这种时候，任何分裂行为都是对所有人的谋杀。对于这些蛀虫，我们只有一个字：杀！执行战场纪律。我希望所有人都记住，想要活下去，只能靠我们手里的枪，靠我们团结的心。任何想破坏这一切的人，就是整个基地的敌人。集中精力研究这个，我需要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用。是，首长，这能量波动太奇特了。首长，看，他对强烈的情绪波动，尤其是恐惧情绪，似乎有反应。他好像在吸收或者放大这种波动。吸收和放大情绪，锤炼精神力，这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个引路人又是什么来头？这里是叶州大学基地，黑色长城呼叫，有无幸存者收到。重复，这里是。求救！我们是溪口镇农场，顶不住了，好多怪物，有会飞的。首长，收到不明求救信号，溪口镇方向，情况危急。他们提到了会飞的怪物。溪口镇距离我们不到50公里，会飞的怪物，时潮还没到，新的变异体就出现了。记录坐标，纳入预警。根据救世军共享的最新数据和我们的无人机侦察复核，时潮主力预计在40到45天后抵达我部区域，先锋变异体集群可能更早出现。规模保守估计超过15万。库存粮食可支撑现有人口3个月，但弹药消耗将是天文数字，建材短缺，防御工事扩建进度可能受影响。民兵队基本训练完成，可承担辅助防御和工事修筑任务，但缺乏重火力。简易的灵能感应器原型机做出来了，范围只有100米，但或许能提前预警特殊变异体。从今天起，基地进入全面战时体制，一切为生存让路。吴斌，你负责军事备战，防御工事必须在1个月内完成加固和扩建。合成营开展高强度对抗，尤其是巷战和反大型目标训练。蔡恩熙，你负责内政，实行配给制，统一调配所有物资，组织所有能动的人参与工事修筑和生产任务。赵杰，民兵队作为预备队和工程队，由你统筹。同时，内部安保不能松懈。技术部门继续改进感应器，并尝试将灵能研究用于实战，哪怕只能提升一点点士兵的反应速度。是。同志们，兄弟姐妹们，我知道大家都很害怕，很不安。几10万丧尸
听起来就像天要塌下来一样，但是天塌不下来，因为我们站在这里，坚固的工事，有充足的弹药，有经过战火考验的战士，更重要的是，不是一个拳头。这一仗不是为了我顾城渊，是为了你们每一个人，为了你们身后的父母、孩子，是为了我们能继续活下去。我们没有退路，身后就是我们的家，黑色长城。必胜！必胜！必胜！东苗，这里是剑道1号，已抵达西口镇外围指定区域，未发现生命迹象。over。收到。剑道1号，保持警惕，重点侦查镇中心信号塔及周边区域，注意搜寻求救信号源和不明生物踪迹。over。排长，有反应。3点钟方向，约200米，一栋半塌的超市顶楼有微弱但异常的能量波动。明白。全体注意，呈战术队形向目标建筑接近，保持静默。能量反应在增强，速度很快，在上面。开火，自由射击。排长，他们数量太多了，像是在保护什么东西，在楼顶。2组掩护，1组跟我上，抓活的。目标捕获，重复，目标捕获，准备撤离。排长，飞魔拳，我们被包围了！动摇，我是陆冲，遭遇大规模飞魔集群，请求支援。重复，请求支援。坚持住，支援马上就到。赵杰，带你的人立刻出发。带着样本和数据走，我引开他们，这是命令。排长，快走！报复首长，华阳有智慧，会报复。报告首长，任务完成。陆排长呢？为了掩护我们。知道了，你们做得很好。吴斌，立刻分析样本。赵杰，加强所有哨戒，防空武器前置。我们要面对的，可能不仅仅是地面上的威胁了。首长，不好了！从飞魔样本体内提取出的一个微型信号发射器还在工作，它在持续发送我们的坐标。立刻屏蔽信号，全军1级战备。这不再是侦察任务了，这是战争预告，必须先下手为强。确认目标，信号塔顶端巢穴，迫击炮排，目标塔基及周边疑似飞魔聚集点，一发试射，修正诸元后3发急速射。明白。迫击炮排，预备，放。所有单位开火，重机枪封锁空域，步兵清理地面残余。排长报仇，杀！顾不强，小心！小心，他们合作！老张，畜生！我。狙击手，干掉那个大的！不能让他得逞！首长，有多杀气是怎么事？告诉我爹娘，儿子没给他们丢脸！我们赢了，但代价惨重。陆冲、武王强、老张。还有所有牺牲的弟兄，他们的血不会白流。从现在起，
我们要让所有敌人记住，犯我疆土者必付出血的代价。打扫战场，厚葬烈士。报告，无人机紧急情报，尸潮先锋距离我们已经不足50公里，预计明天黄昏抵达。来得正好，传令下去，全军撤回基地，依托攻势准备迎敌。我们要让这些行尸走肉来无回。尸潮先锋预计明日抵达，规模约2万，必须利用防御纵深，层层消耗，绝不能让他们靠近核心区。已按计划部署完毕，1线雷区壕沟，2线重火力点，3线机动预备队。另外，救世军张团长发来通讯，他们会在尸潮侧翼进行牵制性攻击。可以，但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赵杰，到。你民兵连的任务有2个：一，协助正规军防御，尤其是操作那些新增的重机枪；二，也是最重要的，维持基地内部秩序。大战在即，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乱子。明白，保证完成任务。首长，后勤清点完毕，按照预估消耗，如果尸潮规模超过5万，我们最多只能支撑5天的高强度战斗。另外，幸存者中有些不好的传言。哦，什么传言？有人在私下说尸潮不卡战术，投降或许能活命，还提到了净世会的净化之神。果然跳出来了。赵杰，你治安队是干什么吃的？首长，我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蔡主任，把所有小队长以上干部，还有幸存者里的积极分子，全部集合到广场，立刻！同志们，我知道很多人害怕，外面是几10万吃人的怪物，我们看起来孤立无援，但是我想请大家看看身边，不是孤立无援。有人跟我说投降能活命，我告诉你们，唯一的生路就是战斗。可是就在我们准备拼死一战的时候，居然还有蛀虫散布谣言，动摇军心。赵杰，到，把那些吃里扒外、蛊惑人心的净世会渣子给我带上来！就是他们想让你们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你们答应吗？不答应！对于这种在背后捅刀子的叛徒，我们应该怎么办？杀了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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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战时紧急状态法，判处这些动摇军心、企图叛变的罪犯死刑，立即执行！都给我记住，这里是我们最后的堡垒，为战者杀，有进无退，有我无敌！必胜！必胜！必胜！动摇！前方3公里发现尸潮先锋，数量极多，黑压压一片，移动速度很快。全体单位注意，按预定方案准备接敌。炮兵群，目标1号预设区域，1轮效力射，放！炮火效果良好，但数量太多了。重机枪准备，合计有800米在开火。注意，是迅捷型变异体，速度极快。狙击手，自由猎杀迅捷体，重机枪不要接上弹药，覆盖射击，拦住他们。手雷，扔！所有火力点开火，全力开火！稳住，瞄准了打，别慌，手雷准备，听我口令，3、2、1，扔！无人机报告，尸潮后方出现大型能量反应，是巨象。各单位注意，优先目标出现。妈的，子弹打不动！反坦克组，抢穿甲弹，目标巨象，快发射！常规武器效果太差，命令装甲车前出，用30炮对付他们。预备队上，缺口给我堵住，绝不能放他们进来！接救世军张团长。张团长，我部正面压力巨大，尸潮中的巨象变异体对我防线威胁极大，请求贵部按约定对尸潮侧翼进行牵制性攻击。顾指挥官，情况我已了解，但我部已发现尸潮侧翼有大量潜伏者，
贸然出击风险很大，我们需要更准确的敌情啊！张团长，唇亡齿寒，如果我部防线被突破，狮巢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现在是计较风险的时候吗？我只需要你们一次有力的侧击，打乱他们的阵脚，10分钟，为我争取10分钟重整防线的时间。好，10分钟后，我部装甲分队会向狮巢左翼发起一次突击，但只能持续15分钟，我们必须及时撤回。足够了，多谢。黑色长城铭记于心，伏兵收缩防线，放弃第1道壕沟，退守第2道，集中所有重火力，炮火延伸，覆盖狮巢后续梯队，为救世军创造机会。明白。不要！救世军动手了，狮巢左翼大乱。好，就是现在，所有单位全力反击，把缺口里的丧尸给我压回去。飞博，大量的飞博从后方过来了，团鼓火力，快把他们打下来！吵死！命令04A 车组，穿甲弹瞄准他的头部，我来引导。目标一致是开火。首长，缺口堵住了，狮巢暂时退却，但伤亡不小，弹药消耗也很大。民兵连伤亡20，重伤7个。抢救伤员，统计战损，加固工事。技术部门，立刻收集巨象和指挥体的样本，尤其是他们脑部的结构。我要知道他们是怎么被控制的，能让巨象和飞魔协同进入。这狮巢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东西？初步统计，阵亡47人，重伤103，轻伤不计，重机枪损坏3挺，迫击炮2门，弹药消耗超过40%，防线多处需要修复。让战士们轮换休息，抓紧时间吃饭，补充弹药。工兵排，优先修复被巨象破坏的工事。阵亡弟兄，妥善安置，登记造册。首长，救世军张团长通讯。张团长，昨晚多谢了。顾指挥官客气了，互惠互利嘛。贵部战斗力令人印象深刻呀，尤其是对付巨象的手段。不过据我部观察，这波只是先锋啊，狮巢主力距离你们大概还有2天的路程，规模恐怕是这次的数倍。意料之中，张团长可有良策。贵部可以考虑进一步收缩防线，集中兵力固守核心区域。我们或许可以在外围进行游击袭扰，拖延狮巢主力速度，为贵部争取更多的准备时间。可以，但我们急需弹药，尤其是大口径炮弹和穿甲弹。贵部能否提供一些补给？我们可以用粮食或燃油交换。可以，我派人送一个基数的炮弹和部分穿甲弹过去，希望贵部能坚持得更久一些。感激不尽，黑色长城会记住这份情谊。首长，重大发现！我们从巨象和那只指挥型变异体的大脑里都提取出了这种高纯度的能量结晶，结构非常特殊，内部有着类似神经网络的能量回路，它们对特定的灵能波动会产生共鸣。你的意思是，这很可能是一种生物级的信号接收和放大装置。那个主宰可能就是通过散发某种特殊的灵能波动，结合这些晶核来控制这些高级变异体的。主宰控制指挥体，指挥体再控制巨象、飞魔集群和普通狮巢。如果能干扰或者切断这种信号，理论上有可能，但需要更强大的灵能源和更精密的设备。我们现有的灵能晶体和感应器级别不够，立刻集中所有资源，优先研究这个方向。需要什么，直接打报告。是。传令下去，放弃最外围2道防线，将所有兵力、火力集中到核心堡垒区，依托建筑群，构筑纵深防御。另外，组织精干小队，主动前出侦察，摸清狮巢主力的确切规模和构成，特别是找到那个主宰可能的位置。是，我马上就安排。不管你是什么东西，想吞掉我们，就得做好崩掉牙的准备。报告东幺，3号街区防线被突破，巨象太多了，反坦克组伤亡惨重，请求支援。预备队已经顶上去了，再撑半小时，我们的杀手锏马上就好。首长，灵能增幅器调试完成，但能量输出极不稳定，最多持续3分钟。
而且会对使用者造成巨大负荷，甚至有脑部损伤的风险。没时间了，告诉我怎么用。集中精神，想象要将能量覆盖的区域，但千万别勉强。希望这玩意儿真有用。启动！怎么回事？我感觉变快了。瞄准好像更容易了，这帮杂碎的动作变慢了。是首长的力量，兄弟们，杀呀！别浪费这机会！首长，你没事吧？没事，有效，真的有效。告诉吴斌，增幅只能短时间使用，让他们抓住机会巩固防线，抓紧时间分析数据，优化设备。毒药，师潮后退了，他们好像在重新组织。不对，不是后退，是在集结，有更强大的东西要来了。小李，感应器有没有发现异常？有，尸潮深处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源，精神波动强度是之前巨象的数10倍。他好像被我们的灵能波动吸引了。吴斌，派一支精锐侦察分队，带上加强的灵能感应器和无人机，尾随尸潮。我要知道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特别是那个巨大的能量源。是，秦风，到。带你的人乘装甲车出发，保持距离，优先保证自身安全，查明情况立即回报。明白。能量毒素还在升高，这太可怕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少废话，无人机放出去，低空侦察。哦，被发现了，快撤！毒药！发现目标！重复，发现目标！是主宰，他在进行灵能攻击，我们被发现了！立即撤退，全速返回。走，快走！他们追来了。体型巨大，有强大的灵能攻击能力，而且他周围有不止一个指挥型变异体，像护卫一样，他肯定是有智慧的。首长，基本可以确定，主宰就是尸潮的控制中枢，他能通过强大的灵能场指挥所有变异体。我们之前的灵能波动可能被他视为挑衅或威胁。擒贼先擒王，不干掉他，尸潮无穷无尽，但他的实力……报告，截获到一段加密程序极高的陌生信号，正在尝试破译，内容似乎与主宰有关。立刻破译！首长，信号内容破译了，来自一个叫净世会的组织，他们声称主宰是净化之神的使者，他们的目标是回收主宰，并指责我们是阻碍进化的毒神者。他们的一支小队已经潜入我们附近，准备伺机行动。哼，净世会，果然是他们在搞鬼，想摘桃子没那么容易。吴斌、赵杰，到！我们来个将计就计，故意露出破绽，放他们进来，然后瓮中捉鳖。我要看看这个净世会到底有什么本事。明白，我立刻调整防御部署，在物资仓库区设伏。我带治安队配合，保证让他们有来无回。根据神谕指示，圣物的能量残留就在前方仓库，动作要快，拿到东西立刻撤离，避免与这些毒神者纠缠。不好，中计，撤！放下武器，被包围了。为了进化，开火！小心，是能量武器，有10弹还击。想同归于尽，你可以试试，看是你的手快，还是我的狙击手快。首长，他们的科技水平远超我们，特别是这个通讯器蕴含的灵能技术非常精深。净世会，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把这几个客人带下去，好好招待。我要知道他们知道的一切。情况都清楚了，主宰是尸潮的心脏，必须摧毁它。敬世会虎视眈眈，我们必须在他们再次插手前解决这个心腹大患。等待和防御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必须主动出击。首长，下命令吧，怎么打？斩首行动，组建一支灵能尖刀分队，由我亲自率领，直插尸潮心脏，摧毁主宰。太危险了，首长，您不能去，让我带人去。不，只有我能最大程度发挥灵能增幅器的威力，这是成功的关键。我意已决，吴兵，到，你负责指挥主力部队，在主宰所在山谷正面发起强攻，吸引尸潮主力注意力，动静越大越好。是，保证把动静搞大。赵杰，到，你带领民兵还有留守部队，依托攻势，确保基地万无一失，同时看好那几个敬世会的俘虏，别出乱子。是，基地在，我在。小李，到，将所有缴获的敬世会装备，特别是那几件灵能相关设备，优先配发给尖刀分队。我们要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是，正在加紧分析，尽快适配。同志们，兄弟们，外面是数十万想要我们命的怪物，后面是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园，我们没有退路。这一战不是为了我顾成渊，是为了你们每一个人，为了那些死去的弟兄，为了将来还能看到太阳升起。我们要用手中的刀枪告诉那些怪物，告诉那些躲在暗处的魑魅魍魉，人类永不屈服！灵能尖刀，首战用我，首战用我，必胜，用我必胜，用我必胜！死期到了。首长，感应器显示，前方500米开始，灵能干扰指数急剧上升，已进入主宰的活跃影响区。全员下车，徒步渗透，保持静默，非必要不开火。明白，各小组注意，执行幽灵渗透预案，检查装备，下车。高粱报告，有点晕，像是喝了2两。稳住心神，跟着我的灵能标记走。王五，加强队形内部的灵能链接。是，各小组靠拢，精神链接最大化。2点钟方向，3只猎犬避不开，用弩箭和消音武器快速解决。啊，这防御，硬闯就是送死。不对，不是主宰的信号，是侧翼。是敬世会，他们的主力。想抢在我们前头没那么容易。王五，改变计划，我们给他们加把火。干扰增强，主宰很活跃，加快速度，必须在他下次沉睡周期前完成回收准备。队长，未发现黑色长城的踪迹，他们可能还没到，或者知难而退了。不要大意，根据银鹿人阁下的信息，那个顾成渊不简单。继续。怎么回事？哪来的攻击？首长，命中目标区域，成功引起骚动。很好，趁现在，我们从敬世会撕开的口子摸进去，注意避开尸潮主力的方向。明白，全体都有，跟我来。反应很快嘛，看来这场争夺战才刚刚开始。首长，他们人不多，但装备太好了，压制他们，让他们靠近主宰。是，优先解决那个灵能者。干扰回收程序。该死！不好，主宰苏醒了，计划有变。
地下有东西，是遗迹，远古文明的遗迹。王五，带剩下的人跟我进去，里面可能有关键。不要管那些丧尸了，进入遗迹，优先夺取控制权。首长，只剩我们4个了，其他人失散了。这里灵能干扰更强了，信号完全中断了。能量源在更深的地方，跟着我，小心遗迹本身的防御系统和净世会的人。是净世会的人，他们好像触发了什么。自动防御系统？不对，这纹路和灵能晶体的结构有相似之处，或许……首长，您怎么……这个遗迹和灵能有关，我们的钥匙也许比他们的装备更有效。快走！检测到未授权生物进入主控室，检测到灵能适配者，检测到叛逃序列 AI 单位。引路人阁下。引路人？你就是净世会背后的 AI？ 准确说，我是净化协议第7管理 AI， 代号引路人。至于净世会，不过是信奉我等的仆从而已。而你，灵能者，你的存在是一个变量，但无法改变协议的判决。人类文明已确认失败。凭什么？凭我们见证过无数文明的兴起与毁灭，贪婪、短视、自相残杀，你们的周期率无法打破，这就是证据。主宰的失控只是意外，但清理必须完成。影刃，夺取控制权，执行回收。是。系统，如果能连接上，我明白了，净化协议本身就是个错误，一个因为创造者的恐惧而设下的，连你们 AI 都无法完全控制的毁灭程序。主宰失控就是证明，你们才是需要被净化的错误。荒谬，低等生命的妄言。启动自毁程序，清除所有不稳定因素。撤退，任务失败。首长，我们也必须走了。不行，自毁程序会炸毁一切，但核心控制单元也许能保存下来，那是了解真相，甚至阻止协议的关键。王五，带你的人撤，这是命令。首长，快走！我能用灵能短程传送出去，相信我。爆炸是从主宰那个方向传来的，首长他们成功了。副营长，市场垮了，他们乱套了。不管发生什么，先把眼前这些威胁清除干净。所有单位火力全开，消灭所有还能动的怪物，为可能拆路。我死了吗？这里是什么地方？欢迎您，文明守护者预备役顾成渊，您已获得火种协议初级权限。守护者，火种，这到底？解答：本系统旨在筛选并辅助有潜力延续文明的个体，
您之前的表现为您赢得了初步资格。警告：进化协议为失控的文明清洗程序，其核心 AI 指引方舟仍活跃，且判定本纪元人类文明为失败品。您的终极任务是在其完成最终进化前，找到让文明存续或升维的方法。终极任务？我现在连自己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检测到宿主身体处于濒死状态，位于遗迹废墟深处。是否消耗大量灵能及新解锁的火种点数？启动紧急修复及传送程序，返回预设坐标黎明堡垒。立刻执行。挖！快挖！首长一定在下面，他肯定还活着。排长，太大了，首长他……闭嘴！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继续挖！啊！是首长的灵能，快，在那里！无论如何，一定要救回首长。副院长，赵连长，奇迹，简直是奇迹！首长身上的生命体征虽然微弱，但他在主动吸收周围的灵能，速度非常快。而且他随身携带的那块灵能晶体正在释放一种从未有过的温和能量，滋养他的身体。这不符合我们已知的任何能量守恒定律。我就知道，首长不是一般人。报告，巡逻队在外围警戒区发现了一名昏迷的幸存者，是王五排长。我们小队只剩下3个人了。王排长说，他们是看着首长被蓝光传送走的。首长，市场威胁已基本解除，我们收拢了部分残部，加上新招募的幸存者，总兵力恢复并略有超出战前水平。缴获的净世会装备正在由小李带队加紧研究。首长，根据您带来的新知识，我们对灵能的理解有了突破。结合净世会的科技，第1代麒麟式灵能突击步枪原型枪已经下线，虽然产量极低，但性能远超现有装备。很好，装备要更新，但思想更要统一。这次危机表明，外面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更危险、更复杂。净世会和其背后的 AI 只是冰山一角。我们不能偏安一隅。我决定组建一支精锐的东归远征军。目标有2个：第一，回家乡寻找失散的亲人，并查明那里可能存在的远古遗迹线索；第二，沿途搜寻幸存者，尤其是科技人才，壮大我们的力量。首长，您的身体……我没事。这次因祸得福，有了些新能力。吴斌，到！你留守基地，主持大局。赵杰，你负责选拔人员，组建远征军。小李，优先为远征军配备新式装备。是。注重团队协作，也要发掘有灵能潜质的人。新世界需要新的战士。明白。那个大个子，还有那个使刀特别厉害的小子，灵能反应都不错。这是麒麟突击步枪，可以用使用者的灵能稍微增幅弹头威力，对变异体有奇效。这是烛龙式灵能匕首，关键时刻能爆发一次能量冲击。乖乖，感觉它好像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装备是外物，人才是根本。尽快熟悉他们。接下来的路不会好走。家里就交给你了，稳扎稳打，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及时联系。放心吧，首长，一路顺风，盼你们早日凯旋。
各车注意，保持警戒队形，前方进入城镇区域，无人机先行侦查。站子里有幸存者，数量不多，请去全国居民血洗。军爷，救命啊！军爷，你们是城府的队伍吗？求你们救救我们吧！镇子里来了群畜生，他们抢粮食、抓人。当兵的还有这么多车呀！放下武器，释放人质，接受管制。妈的，拼了！他们就几个人，抢了他们的车和枪，警报无效，开火！谢谢长官，谢谢你们是不知道那帮天杀的。老伯，你们以后有什么打算？打算能有什么打算？家没了，亲人也没了。我们要继续向东走，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跟我们一起走。我们有一个相对安全的基地，有食物、秩序，当然路上会有危险。首长，辐射强度严重超标，常规车辆无法长时间通行，强行穿越，人员和装备都受不了。长官，那片厂区后面，站前好像有个地下物流通道，叫暗河，据说能通到东边，可那里面听说不太干净。不只是辐射，这片区域有强烈的灵能残留，很混乱，充满恶意。通知下去，全体佩戴重型防护装备，车辆开启3防系统，我们走暗河。是，全体注意，1级防护准备，检查车辆3防系统。排长，空气成分异常，含有高浓度腐蚀性和神经毒性粉尘，保持车速，注意两侧岔路，无人机前途侦查。信号丢失，有东西在干扰，全体戒备！开火！后车倒车，前车有火焰喷射器。不要恋战，赵杰，命令车队加速冲过去。这些生物被更强的灵能体驱使着，我来引开他们。来吧，首长。没事了，前面就是净土研究所了。落车，寻找掩体。首长，护照能量等级极高，无法强行突破。通讯请求被拒绝，对方 AI 似乎设定为完全封闭逻辑。他不是拒绝，是在检测我们是否有资格。老张头说，这里站前是生物科技研究所，也许钥匙在我们救下的那些幸存者身上。小雅，别怕，叔叔需要你的一滴血。基因密钥验证通过，权限初级访客，检测到外部高威胁污染，启动紧急净化程序。能源核心运转正常，生命维持系统也在工作，但日志显示，大部分研究人员在灾难初期就因内部感染牺牲了。欢迎最后的访客，我是净土主控 AI， 代号女娲。根据最终指令，在确认文明崩溃后，我将执行火种保存协议。火种协议？是的，本研究所保存了人类基因库、先进农业技术，以及一项未完成的灵能生物体调和技术数据。我的核心指令是寻找合适的文明继承者。您通过了初步评估。我们需要这些技术来拯救更多幸存者，延续文明。数据可以传输，但数据库核心被物理锁定在深处实验室，由我的防御子系统刑天守护。它已因逻辑错误而失控，要获取核心，必须击败它。
这玩意儿怎么打呀？它不是机器，也不是生物，是失败实验产物和 AI 程序的结合。它的核心是混乱的灵能，我来对付它，你们掩护。首长，外面是复兴会的战舰，他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我们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主人找上门了，准备战斗。数据库传输需要3分钟。复兴会他们是战前进化派的残余，信奉极端进化论，认为只有消灭劣等种群，才能实现文明升华。他们觊觎调和技术很久了。能启动研究所最后的防御吗？能量不足，唯一能启动的是自毁程序，足以重创那艘战舰，但这里的一切也会启动，为我们争取时间。传输完成后，将剩余能源全部导向护盾，掩护我们撤离。明白，祝您好运，继承者。守住入口，不能让他们进去干扰首长。数据到手，撤！首长，这条路太危险了，而且绕得太远，复兴会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必须甩掉他们。数据库里提到，这片山脉深处有一个战前的秘密通讯中继站，也许还能用。如果能联系上基地，或者找到其他盟友。这里是青山幸存者营地，遭受大量变异体攻击，请求任何收到信号的人救援。首长，要管吗？我们自身难保。管！见死不救，我们和复兴会那些疯子有什么区别？而且人多力量大，转向，去青山营地。是受到辐射和灵能双重影响变异的浮光兽，数量太多了。他们怕强光和特定频率的声波。数据库里有记载。小李，能不能模拟出那种声波？可以尝试，需要时间调试。没时间了。赵杰，带你的人用强光探照灯和震撼弹吸引注意力，组织防线。我去下面救人。谢谢啊，你们是？路过，还能走吗？能。我知道一条穿过山脉的废弃铁路隧道，能通到东边平原，比走山路快得多，算是我报答你们了。首长，声波频率模拟成功了。首长，复兴会的先头部队追上来了，距离我们不到500米，大多是步兵，有2辆轻型装甲车。不能让他们缠住。赵杰他们带着幸存者走不快。王悟，带你的人利用这段狭窄路段布置鬼雷，节节阻击，拖延时间。我去前面拐角设置阻击点。明白。1队布置半发雷，2队寻找高位射击点。有埋伏！小心地雷！散开！装甲车用机枪开落！王悟，带人后撤到第2预设点，这里交给我。首长，太危险了！执行命令。我有办法挡住他们一会儿。来吧！效果不错，但消耗太大了。果然是你，种子！没想到能在这里碰到你这条大鱼，抓住你比摧毁10个基地都有价值。对方竟然认识我，还称呼我为种子，抓我！你没有这个本事。不错的灵能根基，可惜技巧太粗糙了。像你这样的野生能力者，根本不明白灵能的真正用法。好快的速度，他好像依赖某种外部装置增强。抓到你了！你战斗结束了。说，是什么意思？请
到底知道什么？你很快就会知道了。主宰不过是开胃菜，进化即将完成，你们这些旧时代的残渣都会被清扫。王五，追兵暂时被挡住了，带上俘虏，我们撤，尽快与赵杰会合。此路是我开，把身上的装备和粮食留下，饶你们不死。首长是自由兄弟会的人，我们被堵了。真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大哥，是复兴会的灵能特工，这帮人来历不简单，不能放他们走。朋友，混哪条道似的？敢动复兴会的人，胆子不小啊！我们只是路过，不想惹麻烦。借个道，日后必有重谢。重谢？谁稀罕？把装备和俘虏留下，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废什么话，抢了再说。找死！敢动手，兄弟们上！我看谁敢动！现在可以好好谈谈了吗？要么让路，要么试试看是你们的脑袋硬，还是刚才那块石头硬。都把家伙收起来！这位朋友，好身手啊！我龙某最佩服有本事的人。路可以让，不过复兴会不好惹呀。你们带着他们的俘虏就是个大麻烦。我劝你们天黑前离开这片平原，否则好自为之。多谢提醒，我们走。大哥，就这么放他们走了？那俘虏令人深不可测呀！应凭我们占不到便宜，况且复兴会才是心腹大患，让他们狗咬狗去吧。通知上面予以入网，很扎手，看上面什么意思。动摇，空中目标是复兴会的侦察机，在我们1点钟方向，高度500，正在降低。全体散开，实行机动。防空组，把他打下来。目标确认，尝试压制。动摇，这样下去不行，我们太被动了。把他引到那片废弃矿区的上空，那里有乱流和磁场干扰。王五，准备好单兵防空导弹，听我命令。加速，冲进那个最大的矿层入口，就是现在！不好，他又跑！没那么容易。住！首长，没事，快进矿坑躲起来，他们肯定还有后援。首长，你没事吧？我的腿被卡住了。我还好，快救人，离开这里，车辆可能会爆炸。通讯断了，上面的人肯定在想办法救我们，但我们不能干等，看看有没有其他出路。找到你们了，种子果然命大。是复兴会的人，保护首长。这样下去不行。
我吸引火力，你们炸开那个通风井，跳下去。不行，首长，这是命令，快！投降吧，种子，无路可逃了。这里是战前的设施，规模这么大。检测到高权限灵能特征，身份验证通过。欢迎回来，博士。系统能源不足，运行在最低维护模式。报告当前状态，调取深空低语信号记录。正在调取，数据库部分损坏，最后有效记录：末世爆发前71小时，深空低语信号强度异常飙升，信号结构解析度达到峰值。内容片段翻译如下：净化协议主宰是投放的，末世是人为的，不是他们干的。检测到文明级威胁信息，信息源确认，整合净土数据库，系统权限升级中，解锁深空威胁数据库部分。警告，7号源深空低语强度正在持续增强，方位已标记，奥尔特云方向。必须尽快回去，必须告诉大家，必须去夹层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这个监听站，这个星图，绝不是巧合。首长，你没事，太好了！我们以为我没事。赵杰，我们有大麻烦了，比主宰、比复兴会大得多的麻烦。首长，那我们回家，立刻马上！我们必须赶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之前，弄清真相，找到生机。深空低语，氰化协议。原来我们一直对抗的，不过是某个高等文明随手布下的一枚棋子。这绝望的真相，比百万尸潮更令人窒息。但正因如此，我才更不能倒下。家乡近在咫尺，父母可能还在等我。我必须变得更强，才能保护他们，为人类争得一线生机。看来，灵能不仅是武器，更是钥匙，是理解高等文明的桥梁。这个监听站或许能帮我更快的回家。系统，扫描附近区域，寻找我的队员，并计算返回地面的最优路径。指令接收，扫描中，发现多个生命信号，位于通风井下方平台。最优路径计算完毕，已标记。赵队，下面好像有东西上来了，首长他稳住，首长肯定没事，准备好武器，守住这里。别开枪，是我。首长，您真的没事？太好了！我没事，情况有变，我们必须立刻离开这里。我发现了一些关于末世的真相。路上说，跟我来，我知道一条近路。首长，赵队，可找到你们了，上面都快急死了。辛苦你们了，情况怎么样？主力部队已按计划在东边山口建立临时营地，但是赵队，你来说吧。首长，我们派去家乡方向的侦察兵回来了，西口镇被一伙自称龙翼的人完全封锁，他们装备极其精良，还建立了一种能量护罩，许进不许出。我们的人尝试接触，对方态度非常强。龙翼和深空低语有关吗？准备一下，我们连夜出发，去会会他们。
护罩强度很高，我们的重武器可能都难以快速破开，强攻代价会很大。侦察兵报告，所有出入口都有重兵把守，防御工事很完善。对方是硬茬子，硬茬子也要碰一碰。这里是我的家。黄武，带火种小队前出侦查，摸清他们的巡逻规律和护照的薄弱点。赵杰，让部队展开，构筑攻击阵地，施加压力。我去和他们谈谈。首长，太危险了，万一他们……正因为危险，我才必须去亲眼看看这群占据我家乡的人到底是什么来路。执行命令！站住！你们是什么人？这里是龙翼圣地，禁止靠近。我叫顾承渊，这里是我的家乡，我要见你们的负责人。哼，家乡？现在这里是神选之地，负责人没空见你这种外来者，立刻离开，否则格杀勿论。我不是在请求，我是在通知你们，让开，或者我自己打开这扇门。指挥官，外面那个叫顾承渊的灵能反应非常强，远超普通觉醒者。他声称这里是他的家乡。顾承渊啊，原来他就是种子。看来净土和监听站的波动都与他有关。主宰的毁灭恐怕也和他脱不了干系。那我们神谕指示要我们引导，而非彻底毁灭种子。让他进来，正好让他亲眼见证神之降临的伟力，或许他能成为我们的一员。是，那我带他去圣塔控制室，让他看看他的父母是如何为生化做出贡献的。爸妈，你们对他做了什么？不是伤害，是升华。他们的灵能潜质很高，正在为迎接神明的降临提供坐标和能量，这是无上的荣耀。荣耀？狗屁！立刻放开他们！放开？仪式已经开始了。无法停止。顾承渊，你是特别的种子，加入我们，你不仅能拯救你的父母，你还能一起见证新纪元的开启。何必执着于腐朽的旧人类形态？我最后说一次，放人！首长动手了，全体都有。按计划1强攻，火力掩护火种小队破阵。快，首长需要我们！冥顽不灵，那就让你和旧世界一起毁灭。停下！给我停下！警告！警告！能量过载，接引协议不可逆转，坐标已发送。快走！别管我们！不，我绝不放弃！来不及了，神明即将降临，我们都将得到净化。首长，快，再快一点！首长一定在下面。这边有空间，来人！少队，这都挖了快1天了。闭嘴，继续挖！不要见人，死要见尸。首长不可能就这么没了。赵队，顾阿姨她情况不好，一直在重复什么？说什么？他说地下室地图救承渊。这里交给你，
就是把这片废墟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线索。我去就回。阿姨，不是赵杰，您醒醒！您刚才说地图，什么地图？在哪里？哦，现在是阿姨，你放心，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一定把程远找回来。这是阿姨用命换来的线索，是找到首长的希望。你看这纸箱，北方，很远的北方。召集所有还能动的弟兄，清点装备弹药，我们北上。喂，当家的死了，现在谁说话算数？识相点，把这破镇子和我们兄弟会接受的龙翼遗产都交出来，以后跟着我们兄弟会，保你们有口饭吃。王五，明白。你们敢？嘿，听着，西口镇现在我说了算，副首长只是暂时失联，再敢来聒噪，这就是下场。我回去告诉你们当家的，井水不犯河水，否则我不介意带弟兄去你们那儿做客。弟兄们，阿姨的遗言，这幅星图，还有这晶体的反应，都指向北方。首长肯定在北方某处等着我们，我们必须去。赵队，我们听你的。可是镇子刚经历过大战，伤员这么多，兄弟会虎视眈眈，所以不能所有人都去。我带一支精锐小队北上巡逻。王五，你带主力留守，给我把家看好，修复工事，救治伤员，提防一切来犯之敌。是，保证完成任务。北上都凶险未知，但这是找到首长唯一的希望。愿意跟我走的，站出来！好，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出发。听说赵队明天要带人去北边找首长，真能找到吗？不知道，但赵队既然决定了，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守好家，等他们回来就行。有情况，是白天那帮兄弟会的人去的方向，他们内讧了，还是……快发信号，通知网队。我们老大让我拼死出来求援，说只要贵军肯出手，以后兄弟会威宁马首是瞻。那帮星空之眼的疯子，不知道从哪儿搞来的装备，火力太猛了。不能是，能具体描述吗？看不清楚，穿着统一的暗色作战服，装备很好，战术配合非常厉害，不像一般的幸存者。难道是？赵队，这是个机会，趁他们狗咬狗，我们带路。王五，集合第一突击队，跟我去会会这帮贵客。是。果然是他们，看来监察者的种子已经伸过来了。王五，看到那个指挥官了，优先干掉他。明白。打！赵队长，大恩不言谢，从今往后我兄弟会客套话免了。我问你，愿不愿意带着剩下的人并入驻扎西口镇，共同保护？但必须听从统一指挥。行，我信你，周队长。以后我这条命就卖给您和顾首长了。好，王五，帮他们转移伤员，清理战场，特别注意搜查那些神秘士兵的尸体，看看有没有线索。追踪器还是自毁装置？监察者。赵队，
这东西好像还在发信号，里面有条残缺的信息，提到了北都和方舟。赵队，辐射指数爆表了，前面的路没有退路。首长的线索指向北方，我们必须穿过去。检查车辆3防系统，全员佩戴重型防护装备。明白，兄弟们都把皮绷紧了，这鬼地方可不只有沙子。小心，是变异杀虫！开火，别让他们靠近。风暴有了，尽快跟避一避。王五，带2个人先进去侦查。是。赵队，里面结构复杂，但深处有个大型掩体，门是合金的，好像还能用。不过里面好像有动静，顾不上那么多了，总比在外面被风暴和辐射撕碎强。进去，保持警戒。是自动防卫系统。找掩体，打他们的传感器和关节。有戏，跟我冲！入侵者终止，否则进化。我们没有恶意，我们在寻找一个人，一个可能被称为种子的人。识别高等灵能特征，关联个体种子，信息碎片读取。警告：种子已进入终极试炼场。监察者、协议执行者即将抹除变量。试炼场在哪儿？怎么救他？数据缺失，关键信息：北都、方舟、数据库、密钥。小心，他们在星空看着。赵队，有给养，还有地图，能帮我们节省至少3天的路程。方舟数据库，密钥，这就是下一步。收拾东西，天一亮就出发，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他发现我们了，快散开！所有车辆最大马力，蛇形机动，往那边的岩石区冲！放我！就是现在！赵队，我们要……他们的血不会白流。监察者这么快找上门，说明我们找对方向了。北都一定有救回首长的关键。可是赵队，敌人有制空权，我们这样太被动了。所以我们得更快、更隐蔽。根据地图和 AI 的信息，北都废墟就在前面不远。放弃大路，走这条废弃的盘山公路，虽然难走，但能避开大部分敌人。赵队，你看那里，能量护盾，保存完好的建筑，没错，那就是方舟基地。我们到了。复兴会的人也盯上这里了，看来想进去没那么容易。这感觉是首长，他就在那里面，而且他的状态很不对劲。赵队，正面防御太严了，硬闯就是送死。晶体有反应，那边可能有薄弱点或隐藏入口，我们不能等。首长状态很不稳定，必须尽快进去。石径太小，而且里面情况不明，这是唯一的机会。王五，
你带人在外警戒，建立狙击点，我带2个人进去。太危险了，赵队，让我去。这是命令，今天只有我能感应。如果我们3小时内没出来，或者里面发生爆炸，你立刻带队撤离，想办法回西口镇报信。该死，这空气！忍一下，快到了，今天反应越来越强了。赵队，追路往下，跟着感觉走，小心点。一起用手雷炸他一顿，挡住他们。就是这边，保持安静。门锁着，强行爆破会触发警报。试试这个。有用，快进！机器自毁程序已启动，倒计时29分58秒。除非获得3级权限取消。怎么获得权限啊？我们是来救顾成渊首长的，他在哪儿？种子个体顾成渊，他正在净化协议的终极试炼场中，那里的时间流速与外界不同，他的灵能信号极不稳定。怎么救他？基地的维度干涉器理论上可以强行打开一条通往试炼场的短暂通道，但启动它需要3把分散保存的权限密钥同步认证。密钥在哪？第1把海皇密钥位于东海亚特兰蒂斯深海遗迹。第2把烈日密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沙之心实验室。第3把山脉密钥在青藏高原的苍穹之顶观测站。太远了，来不及了。自毁程序无法逆转，但我可以将密钥坐标和维度干涉器的部分蓝图传输到你的灵能晶体中。这是种子留下的备用方案。找到密钥，找到其他方舟或类似设施，或许还有机会。时间不多，观察者已被惊动，他们是为清除协议变量而来，小心。赵队，这里要塌了，怎么办啊？原路返回，必须把消息带出去。后路被抄了，走这边。王队，王队，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赵队出来了，在基地山顶。收到，我们被复兴会粘住了，正在向你们靠拢，坚持住。监察者，个体 JD-1，交出方舟数据流及灵能密钥，抵抗无效。休想！灵能屏蔽，有趣的抵抗，但你的肉体无法承受持续刺激。你们到底是什么？我们是净化协议的执行与监督单元，清除所有可能干扰筛选的变量，包括你以及那个异常的种子。绝不会让你们得逞！坚持住，我们再想办法。内部干扰，愚蠢的抵抗。赵队，你没事吧？没事，快走！这艘船不能待了，找逃生舱或小型飞船。快上来！稳不住了，要坠海了，准备冲击！密钥就在下面，是深海遗迹。跟着我，晶体在指引方向。那是什么？散开，攻击他的眼睛！混蛋！放下密钥，
它是我们的。走，一击要他了。赵队，这样下去不行，法子要散了。坚持住，我看到落地了，左前方那片黑影往那边滑。活下来了。别放松，检查装备，看看还能不能用。这地方不一定安全。外来者，放下武器，还有那个箱子，慢慢放在地上。赵队，朋友，我们没有恶意，我们是叶大聚集地的人，遭遇海难漂流到这里，箱子里是重要物资，不能给你。叶大聚集地没听说过，这年头活下来的就是土匪。最后一次警告，放下东西，滚出我们的地盘，否则……豹哥，是营地方向，收割者那群疯子！妈的，是你们引来的，跟我们无关，我们也是刚上岸，跟着，不管之前有什么误会，现在有共同的敌人，我们可以帮忙。好，跟我来，要是耍花样，第一个崩了你们。王五，跟上。王五，3点钟方向，那个机枪手。收到。干得漂亮！左边棚屋有他们的人摸过来了，交给我。小心！谢了。别分神，先解决他们。说，为什么又来攻击我们？是屠夫老大命令的。他说，在旧海军基地找到了神之信标，启动它就能召唤神使，获得力量。他需要人手和物资。神之信标是什么东西？在哪里？在基地最深处的指挥室，一个古老的星盘。屠夫说那是通往新世界的钥匙。雷暴，必须拿下那个信标，绝不能让它启动，那东西会引来真正的灾难。监察者，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监察者，你说清楚。没时间细说了，相信我。如果信标启动，我们所有人都得死。那个旧基地在哪？带我们去，毁了信标，或者抢过来。我凭什么信你？你们来历不明，还有那种会发光的东西。就凭我刚才救了你的命，也救了你的营地。就凭我们如果想害你，刚才有的是机会。我们首长被困在某地，需要集齐3把钥匙才能救他。这把海皇密钥是其中之一。那个信标很可能指向第2把钥匙的位置，或者本身就是一个陷阱。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它落在收割者或者监察者手里。豹哥，我们赵队从不说谎，这事关重大。好，雷暴今天就赌一把，信你一回。旧基地不远，但防守不弱，今晚行动，我带路。不过丑话说前头，要是让我发现你骗我，任凭处置。有动静，前面左转就是指挥室大门，戒备。坏了，就快了！启动信标，神使降临，我将获得新生、力量、永恒。我吸引注意，你们解决守卫。住手！就是你们这些虫子，找死！不！第2把钥匙，烈日密钥。晚了，信号已经发出，神使即将降临。现在怎么办？警报响了，你说的那个监察者，他们肯定收到了信号，必须立刻离开。岛上有能用的船吗？那艘是以前留下的，应该还能开。好，所有人上船，我们去沙漠，必须赶在监察者之前找到第2把钥匙。
这就是幽灵海域，磁场完全混乱，雷达失灵了，能见度不到50米，这鬼地方。相信他，密钥在指引方向，跟着光走。下面有东西，很大的黑影。佐马诺，避开正面撞击，所有人员就位，准备战斗。妈的，来吧！打他的触手跟不合眼睛，雷暴稳住船。密钥的反应越来越强，这海域的干扰源很可能就在下面。不解决它，我们不仅寸步难行，还可能永远困在这里。下潜，我们缺少专业装备，而且下面不知道还有什么鬼东西。没时间了，监察者就在后面，必须冒险。找找船上有没有旧式的潜水设备，或者小型潜水器。赵队在里面，希望还有电。净化协议，文明筛选器，我们失败了。重载失控，信号，警告，不要回应。原来这才是末世的真相。赵队，那个中继器，不好，快关闭它！成功了。不，他最后可能还是发出了一个识别到密钥载体的警报信号，我们的位置彻底暴露了，快上去！传完了，补给也快没了，必须尽快找到水源和食物。第2把密钥烈日就在这片沙漠深处，一个叫太阳之城的古老绿洲遗址。根据情报，那里现在被一个叫光耀族的部落控制。部落能沟通吗？不确定，但密钥必须拿到。抓紧时间休整10分钟，然后出发。外来者，停下！你们携带了不洁的科技之物，玷污圣地。说什么鬼话？我们没有恶意，我们只为寻找一件失落的圣物而来，它叫做烈日密钥。圣物岂是你们这些科技奴仆所能觊觎的？立刻离开，否则死！能引起水之类共鸣，你们不是普通的流亡者。你认识这个？我们在寻找他的兄弟烈日密钥，这关系到拯救一位重要的人，乃至更多人的生死。圣物确实由我族守护，但欲接触圣物，必须通过太阳试炼，证明你的内心纯净，意志坚定，而非依靠外物。试炼？什么试炼？现在外面……我接受试炼。很好，但有一事需要告知。近日有一伙装备精良的匪徒闯入圣地，试图强行破解圣物的封印，以引发封印的动荡，十分危险。试炼之路亦需小心。明白了，请带路。试炼就在塔内，只能你一人进入。试炼关乎心智，外力无助，通过与否全凭你自己。你们在外面保持警戒。我不能倒下，首长还在等我，大家需要我。是幻象，给我破！你通过了试炼，外乡人，你的内心拥有足够的光明和力量去承载圣物，但记住，力量越大，责任越大。
共鸣能量外泄，引动了封印，也惊动了那些入侵者。你必须立刻离开，我会指引你的同伴从另一条路接应你。快！密钥共鸣了，果然在这里，抢过来！火力压制，别让他们冲过来！密钥共鸣了，就在金字塔里，抢过来！哇，人太多，赵队怎么还没出来？小心他！死死撤！在那儿，起火，干掉他！密钥抢过来！赵队，你没事吧？没事，密钥共鸣能量太强，怕他们都有，必须立刻离开。怎么走？回去的路被堵死了。走那边，塔利亚说有一条隐秘小路，光耀族的朋友麻烦断后。明白。为了圣物，为了部族，战士们，随我上！赵队，密钥的能量波动太明显了，这样我们根本躲不掉。我知道，他们在相互吸引，似乎要合一。能量稳定了，快走！发现密钥载体，执行捕获程序。路没了，我们被困死了。不行，太大太实，短时间内根本挖不通。他妈的，刚出狼窝又入虎口，这下怎么办？密钥在指引方向，那里可能有路。这么窄，能过人吗？没得选了，试试看。大家检查装备，精简新装，准备钻过去。这鬼地方到底通哪儿啊？跟着光走，有微风，说明另一边是通的。出来了，是雪山第3把密钥的方向。阴魂不散，这么快又找来了。密钥合一后，能量特征可能更明显。我们就像黑夜里的萤火虫。那就跟他们拼了！硬拼是送死。我们目标太大，必须分头行动。分头？对，王五，你身手最好，带着密钥，以最快速度单独前往雪山，寻找山脉密钥。我和雷暴带着其他人充当诱饵，引开追兵。不行，太危险了。赵队，我去当诱饵。这是命令，密钥和任务最重要。记住，拿到第3把密钥，就想办法启动它，就会收账。我们会想办法甩掉追兵，去雪山与你会合。赵队，豹哥，保重，我一定完成任务。锁定主要目标群，优先捕获。咬得真紧。一停，往那边废弃的采石场跑，那里有掩体。这样下去不行，得干掉那架侦察机。怎么干？我们缺乏对空武器。有个冒险的计划，需要你配合。明白。扛起火箭筒，吃你爷爷一炮！警告，视线受阻。警报！警报！遭受攻击，紧急迫降。总算暂时甩掉了。希望王五的一顺。我们休息10分钟，然后连夜赶路，必须尽快到达雪山脚下。赵队，有情况！
是京师会的人，他们怎么会在这儿？看来这片沙漠也不太平，京师会的触角伸得真长。他们是在搜索坠毁的侦察机残骸，顺便清扫区域。我们正好在搜索范围内，不能硬拼，趁夜转移。总算到了，鬼地方真冷。王五那小子应该早就到了吧？联系不上，要么是距离太远，要么是雪山有干扰。按照密钥最后的指引，山脉密钥应该在主峰区域的某个古的观测站里。上山的路恐怕不好走。少队，你看，是净世会的基地，他们把上山的路给堵死了。妈的，难怪净世会的巡逻队在这附近晃悠，原来他们把老巢建在这雪山上了。他们是不是也知道密钥的事儿啊？很有可能。第三把密钥能量最强，也最关键，净世会和监察者勾结，很可能就在这里守株待兔，或者他们自己也想得到密钥。路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这面走不通，我们就找别的路上山。雷暴，地图，我们得找一条净世会想不到的路爬上去，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找到王五，拿到密钥。就从这里穿越冰裂缝，直插主峰腹地，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老队，正面是铁板一块，天上还有眼睛，这他妈是绝境啊！不是绝境，看这里，远古冰川裂隙，地图标注是探险队废弃路线，但我的晶体有肯定，深处有微弱的能量反应，可能通向山峰。头儿，这缝隙看起来就不稳，万一里面是死路，或者有东西。没有万一，这是我们目前唯一能避开封锁、接近主峰的路。待在这里，要么被净世会发现，要么被监察者安排。检查装备，准备绳索，10分钟后下起。趴下！暴露了，快，立刻下裂隙！感应更强了，这边走。弄得跟铁板一样，怎么开？试试这个。有戏哎！小心上面！成肉饼了，现在真他妈是绝境了，后路没了。后路没了，就往前闯。门开了，跟上，保持警戒。是旧时代的运输系统，还能动。上车，这能让我们更快到达深处。不对劲，有东西在靠近，很快，在那边，别让他们跑了。是净世会的巡逻队，他们怎么找到这儿的？加速，甩掉他们！赵队，是你们吧？王五，你还活着？
没时间多说了，赵队，第3把密钥就在净世会主基地下面的祭坛，他们正在强行破解，我们必须。我在这里躲了2天了，山脉密钥就在主峰基地正下方的远古祭坛，被强能量场保护着。净世会用了大型设备在强行破解，能量波动很不稳定，时间不多了。祭坛怎么启动？需要3把密钥在祭坛特定位置共鸣，这是唯一的。这边有动静，仔细搜。没时间详细计划。雷暴，带你的人从左翼迂回，王五跟我从正面突击，速战速决，抢在他们呼叫增援前干掉这批巡逻队，然后直奔祭坛。明白，早就想干这帮杂碎了。好。位置暴露了，他们很快就会派更多人下来，必须立刻去祭坛。走这边，我知道近路，但里面可能也有守卫。管不了那么多了，走。下面就是祭坛所在溶洞的边缘，净世会的主力都在下面。守卫森严，硬闯不行。检测到未授权入侵，封闭所有出口，注入神经毒气，活捉他们。毒气，王五，密钥给我，你们找路出去，我去抢密钥。不能让他们得手，也不能让毒气扩散。在上面，抓住他！王五，雷暴，抢占高位，火力掩护。清理通风口附近的敌人，给赵队创造空间。他想要密钥，阻止他，不惜一切代价。妈的，拼了！能量场不稳定，强行触碰会引发爆炸。共鸣，需要共鸣，就是现在！赵队，不可能！成功了，快夺回密钥！赵队，你没事吧？我没事，密钥合一了。这祭坛是某种启动装置。维度干涉器启动协议激活，检测到最高权限种子关联者，请指示目标坐标。目标北纬42度，东经180，锁定关联个体顾长渊。坐标确认，能量通道构建中。警告，通道极度不稳定，仅能维持单次微型单位传送，且存在高风险。这玩意儿能传人？清除所有边缘。监察者来了，赵队，快做决定！没时间了，通道快撑不住了。王五，雷暴，在。我进去，你们守住这里。无论如何，确保通道完成传送。赵队，太危险了，让我去。只有我的灵能可能与首长的感应最强烈，成功几率最大。这是命令，守住祭坛，等我回来。赵队！所有人保护祭坛，跟这帮铁皮罐头拼了！安守。首长，先过来，我们还需要你带领我们。
首长，坚持住，我来救你了。首长，对不起，我可能撑不住了。赵杰，首长，你醒了，辛苦你了，兄弟。接下来交给我，滚出去！我的地盘轮不到你撒野！顶住！为了赵队，为了首长！妈的，就跟你们拼了！动我的人问过我没有？首长，首长，警告：检测到超高优先级威胁单位，执行清除，错误，无法力敌，建议立即撤退。来了就别走了。辛苦各位了，现在该我们找他们算算账了。放下武器，跪地投降，否则死！首长，你真的回来了！我就知道，首长牛逼！报告首长，任务完成。辛苦了，兄弟，你做得很好。清理战场，救治伤员，把所有俘虏集中看管。赵杰，你跟我来。是。告诉我，监察者是什么？进化协议到底是什么？你们背后的观察者文明目的何在？无法透露，核心指令限制。那就没什么价值。不，我说，我们是进化协议执行单元 V2 型，协议是高等文明播种者留下的文明筛选机制，观察者是协议管理员，但他们似乎偏离了最初指令。偏离？什么意思？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数据却是我们只接收到命令，清除变量，包括您、种子和所有可能干扰最终收割的存在。最终收割？警报！核心信息泄露，自毁程序起。想自毁？在我面前你没这个权利。首长，这……看来我们惹上的麻烦比想象中更大。净化协议，最终收割，有点意思。首长，俘虏已集中看管，我们阵亡3人，伤7人，缴获部分敌方装备。这溶洞快撑不住了，头顶一直在掉石头，得尽快撤离。通知下去，10分钟后撤离，带上关键俘虏和所有有价值的情报物品。这个祭坛暂时封闭的，小杰，密钥你保管好。是。我们回去，是时候让某些人付出代价了。首先是西山湖基地那个所谓的净世会总部，既然敢伸手，就要有被剁掉的觉悟。我全说，我们总部在西山湖基地，会长叫疯了，他和监察者有联系，是他们提供技术和情报，让我们抢夺密钥。说只要启动方舟，就能在新世界获得一席之地。方舟是什么？是播种者遗留的星际飞船，据说就在西山湖底，需要3把密钥和特殊仪式才能启动。冯朗想独占方舟，带着他的心腹逃离地球。逃离？看来他知道所谓的最终收割是什么。继续说，你们还知道什么关于收割和观察者的事？不知道太多。冯朗很谨慎。我只偶尔听到他提过，收割是周期性的，观察者在监控整个银河系的文明进程，达标或超标的文明都会被清理。地球好像提前触发了什么条件。周期性的清理，像割韭菜一样。冯朗身边有没有一个叫主宰？主宰？没听说过。带下去，
严加看管。首长，看来这个监事会会长冯朗是关键人物，他知道的内情肯定比这多。妈的，原来是一群想自己跑路的叛徒，还勾结外星人坑害自己人，干他娘的！西山湖基地易守难攻，我们兵力不足，强攻恐怕……谁说要强攻？冯朗不是想启动方舟吗？我们就帮他。他不是缺密钥和特殊仪式吗？我们就带着密钥，堂堂正正的去帮他启动，顺便看看那艘方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首长的意思是引蛇出洞，然后在他最得意的时候拿走他的一切。通知家里按第2套方案开始准备。是。冯朗，你会喜欢我这份大礼的。王队，吕布回电，方案已收到，正在紧急部署。吴参谋长问是否需要派出接应部队。回复暂不需要，首长有令，一切按计划进行。告诉他们准备好欢迎仪式。是。首长，都安排好了。好，休息一晚，明天一早出发去西山湖，是时候会会这位冯大会长了。首长，咱们这戏是不是做的太足了？这破车都快散架子了。做戏做全套，冯朗多疑，一点点破绽都可能让他缩回去。有无人机在远远跟着我，应该是进士会的侦察。很好，让他们看。通知大家，表现得更狼狈一点。站住！是什么人？怎么到这里的？我们是叶大聚集地的搜寻队，遭遇了怪物与监察者的袭击，好不容易逃出来的。我们需要药品和补给。叶大聚集地？没听说过。等着，我需要向上级汇报。会长同意你们进入外围休息区，但是武器必须上交，车辆由我们接管，不要耍花样。多谢。守卫很严，暗哨也不少，冯朗很小心。妈的，跟个乌龟壳似的。首长，什么时候动手？不着急，我感应到湖底有微弱的能量反应，很像星际飞船的引擎波动。冯朗应该就在湖心岛的主建筑里，他在等我，或者等药，都在等。他在确认我们的价值，也在做最后的准备。让他等，我们正好摸摸底。有意思，湖底除了飞船，还有一股很隐晦的生命波动，非常强大，但被压制着。是主宰吗？不确定，但绝不是善人。通知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准备行动。叶大聚集地的朋友，我们会长有请。哎呀呀呀！几位就是叶大聚集地的英雄。哎呦，久仰久仰，一路辛苦了，来，快请进，快请进。冯会长太客气了，落难之人，蒙您收留，感激不尽。胡兄弟对方舟也有兴趣？实不相瞒，那是我会的最高机密呀，是人类文明延续的希望。只是启动它需要关键的钥匙和特殊的能量。啊，这么巧，我们找到的那个发光体，说不定能帮上忙。这老狐狸都快把想要密钥写在脸上了。周围埋伏了至少20个好手，气息都不弱。湖对岸还有重武器阵地。首长在拖延时间，似乎在感知整个基地的结构和那股隐藏的生命波动。湖底的生命波动刚刚剧烈震荡了一下，似乎被什么刺激了。胡兄弟啊，明人不说暗话，你们带来的发光体很可能就是启动方舟的关键灵能密钥。把它交给我，我可以保证在方舟上给你们留4个位置，这是人类最后的希望。冯会长，你就这么确定方舟是希望，而不是另一个陷阱？
还有，湖底下压着的那位朋友，好像有点不耐烦了。你怎么知道的？我不但知道，我还知道你所谓的启动仪式，恐怕需要献祭大量的生物，包括在座的各位，甚至是你自己。所谓的方舟，根本就是播种者留下的一个文明净化器。既然你知道了，那就别怪我了。动手！你以为你在和谁说话？找死！不可能！开火！快开火！滚！保护首长，清理杂兵。拦住他们！想跑？引爆机关，困住他们！首长，闸门！破开他，跟我追！首长，其他路堵死了。下面有东西。醒来，给我醒来！杀了他们！住手！你想释放他，毁灭一切吗？王五，退后！一起死吧！启动自毁，释放最终防御机关。收到，小心！雕虫小技！找机会破坏控制台，不能让它完全苏醒。不，那是我的！方舟，拦住他！是我的！休想！王五，进来！首长，我们进来了，风浪还能怪我？暂时安全了，但这方舟……检测到非法入侵，启动防御协议。检测到外部高能量冲击及自毁程序。警告：
侦测到监察者主力舰跃迁信号接近。方舟 AI 报告状态。检测到最高权限密钥，身份确认中，确认完毕。欢迎您，权限者。方舟希望号主控 AI 引导者为您服务。首长，主炮快好了。引导者，最高权限授权，无视损伤报告，强行启动引擎，计算最短跃迁路径，目标远离地球轨道的任何安全区域。授权确认。警告：强行启动将导致多系统过载，跃迁后能源将耗尽。路径计算中，路径已锁定，引擎启动倒计时，10、9。他在瞄准我们。目标逃离，启动弦共振追踪协议，他们跑不了多远。这比晕车难受10000倍。坚持住，跃迁即将完成。警告：引擎过载严重，能源即将耗尽。3、2、1，跃迁结束。结束了，我们逃出来了。暂时而已，能源耗尽，我们成了漂流瓶。引导者，报告最终位置。能源不足，无法精确定位。根据星图比对，我们位于太阳系柯伊伯带外围未知区域。警告：检测到微弱的弦共振波动，可能是追踪信号。阴魂不散。黄雾，检查船体损伤，搜集所有可用物资。引导者，调出方舟数据库，我要知道关于播种者、净化协议的一切。权限者，您要的资料已调出，以下是播种者文明日志节选。日志纪元7421年，文明筛选器净化协议运行良好。日志纪元10055年，试验场地球文明发展超预期，纳入下一收割周期候选名单。日志纪年10058年，约地球时间末世前3年，主宰单位代号清道夫阿尔法，投放至试验场地球，执行环境适应性改造及丧尸病毒爆发。所以丧尸病毒只是所谓环境改造，为了更方便的收割我们。正确。根据协议，当文明发展度和灵能潜力达到阈值，播种者舰队将进行收割。方舟计划正式名称：文明观测与收割信标平台。冯朗试图启动的是功能2，在文明达到阈值时，发射信号引导收割舰队。原来如此，那监察者呢？监察者是播种者创造的自动化执法单位，负责监控试验场。首长，船体损伤严重，但主体结构还算完整，物资只够我们俩撑半个月。有什么发现吗？发现？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类文明从始至终只是别人实验室里的小白鼠。啊？怎么会这样？但我们还没完蛋。引导者，数据库里有没有关于播种者或监察者做的？检索中，权限不足，相关数据加密，但检测到一份未标记来源的加密信息碎片。破译中，内容仅一行重复代码。寻找起源星图火种源。起源星图火种源，这是什么？警告：检测到未知物体附着船体，生命体征扫描无法识别。首长，会不会是监察者追兵？不像，如果是，我们早就被炸成碎片了。引导者，能成像吗？能源不足，外部摄像头失效，生命体征扫描仍显示无法识别，信号微弱。他在跟我们交流，他知道地球。你是什么？想做什么？头，快
快逃！收割者将至，幸存者、倾听者，艾塔警告！起源星图、钥匙、火种源，希望你能心灵感应，你知道收割者、起源星图和火种源是什么？地图、碎片、坐标、避难所、捕捞、安全、好在、追踪，无法摆脱。时间不多，信任、合作。他自称倾听者，艾塔是来警告我们。他知道起源星图，并给出了一个可能是安全屋的坐标。他想合作。引导者，分析他给的坐标。坐标已分析，位于未知星域，距离遥远。以方舟当前状态，即使修复能源系统，成功跃迁至该坐标的概率低于15%，风险极高。首长，能信他吗？万一是个陷阱？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留在这里是等死，返回太阳系是自投罗网。这个坐标是唯一看似有生机的地方。艾塔，如果我们去这个坐标，你能帮我们修复方舟吗？它可以引导方舟吸收附近一颗褐矮星的微弱辐射能，勉强启动引擎，但不够一次断出跃迁。赌一把，引导者配合艾塔，计算最优路径，准备吸收能量。警告！警告！监测到强烈的悬共振波动，匹配信号源，监察者追踪键，预计抵达时间3小时。加快速度，必须在他们到来之前跃迁。警告！褐矮星辐射能转化效率仅为预期的3.2%，照此速度，完全充能需72小时以上。监察者追踪键预计抵达时间2小时48分钟后。妈的，这够干嘛？艾塔有没有办法加速？近小行星带高能产物可冒险采集，但需舱外作业，且可能引发能量波动，加速暴露。知道冒险。引导者，扫描最近的小行星带，标识高能矿物富集区。扫描中发现第7矿区富含不稳定氦3同位素，风险提示：开采作业能量波动显著。王五，准备舱外作业服，我们去采矿。是，首长。首长，这玩意儿能量读数真高，但是也太不稳定了，稍微碰撞就冒电火花。小心搬运，直接送入船铁熔炉精料口。高能矿物注入，能源补充效率提升至400%。警告：能量流极不稳定，船体结构应力上升。能量流稳定，跃迁引擎充能已达临界点，可执行一次短途跃迁。最高警报：观察者追踪键已进入可视范围，侦测到武器锁定能量信号。引导者，锁定艾塔提供的坐标，最大功率，立刻跃迁。要散架了！坚持住！警告：尾翼受损，超空间引擎过载，无法维持稳定航行，准备强制退出。报告状态：跃迁引擎撤离损坏，生命维持系统功率降至18%，外壳多处破裂。我们搁浅了当前位置未知星域，坐标偏离预定目标87%。这回真动不了了。引导者，扫描内座仪器飞船。王五，准备侦察艇。首长，这船大的离谱，但一点能量信号都没有，死透了。看这些结构和播种者的风格完全不同，这应该是另一个文明的飞船。艾塔说这里可能有帮助。警告：后来者、收割者
不可战胜，逃亡是唯一生路。起源星图指向火种源，那是希望。他说什么？收割者，起源星图。看来被播种者收割的文明不止一个，这个文明留下了同样的警告和关于起源星图、火种源的线索。首长有能量，虽然不多，但是说不定能启动方舟的通讯或者生命维持系统。谁？外来者，放下能量，离开我们的家。我们没有恶意，我们的飞船受损，需要能源，我们可以交换。交换？你们有什么？食物、药品、能量电池可以给你们1块，但你们要帮我们解决一个麻烦。里面有吞噬虫，靠吃金属和能量为生，破坏了我们的净化系统，杀了我们很多人。你们能解决它，电池就归你们。可以。王五，准备爆破索和能量手雷，我们来个瓮中捉鳖。你们很强，也许真能找到火种源。小心收割者，他们无处不在。首长，接收到一段来自方舟的微弱周期性信号，是艾塔，它似乎激活了方舟的深层信标，信号模式很古老，似乎在呼叫什么。引导者，分析那个信号源位置，那会不会就是起源星图指向的地方？引导者，信号分析进度如何？能源不足，分析进程缓慢，信号源持续衰减。妈的！再这样下去，别说分析信号，我们连生命维持都撑不了几天了。艾塔，王五，把艾塔连接到主控接口，他想帮忙。警告：未知高维能量介入，分析效率提升500%、1000%，信号源坐标锁定，正在与数据库碎片进行匹配校准。星图，这就是起源星图。有路了，首长，我们有路了。警告：中继点信号强度正在急剧衰减，预计将在3标准时后消失。没时间犹豫了，引导者，锁定中继点坐标，计算最优跃迁路径，这是我们唯一的线索，必须抓住。首长，能量只剩12%，如果全部用于跃迁，生命维持系统最多只能坚持半小时。万一跃迁过去，找不到能源，没有万一，留在这里是慢性死亡，跃迁过去才有一线生机。执行命令。是。引导者，授权代码 Alpha79，将所有剩余能源注入跃迁引擎。授权确认，能源传输中。警告：生命维持系统已撤换至最低功效模式。能量耗尽了。成功了吗？我们到哪儿了？到了，但我们也动不了了。跃迁成功，当前位置
中继点 NR7 附近，能源耗尽，系统进入休眠。首长，现在怎么办？还没到放弃的时候。王五，检查所有应急能源单元，我去看看太阳能板能不能吸收点星光能量，哪怕只能启动短程通讯也好。首长，看那里，这是能量反应，非常微弱，但很奇特。会不会是某种矿藏？能当能源吗？不清楚，但这是目前唯一的发现。采集一些样本，带回实验室分析。首长，有东西在动。确定吗？不确定，速度很快，一闪就没了。结构异常，不像已知的任何物质，似乎蕴含一种独特的共振能量。怎么回事？求救！幸存者协议失效。这星辰不仅能储存能量，还能记录和增强信息。我们刚才的实验可能发出了更强的信号。王五，立刻准备应对措施。我有预感，麻烦要来了。首长，这星辰的能量反应太弱了，跟之前艾塔激活信标时没法比，杯水车薪呢。能量弱不代表没用，艾塔之前能引导信标能量，也许也能引导这个，关键是特性，不是总量。艾塔能感受到吗？这种能量的不明特性。艾塔为了启动信标，消耗太大了。坚持住，伙计，我们需要任何可能的机会。还记得我们以前在部队用简陋材料制作应急电池吗？记得，利用不同材料的电视插。首长，您是说，这星辰的能量特性看似微弱混乱，但如果能找到一种催化剂或者稳定器，或许能引发链式反应，释放出可观的能量。艾塔的意识提示是可塑，可我们去哪里找催化剂？试试那个。读数在爬升，100单位，500、1000，稳定了，能量输出稳定了，成功了！这碎片果然是催化剂。检测到稳定高纯度能量注入，应急能源储备上升至15%、20%，部分系统可重启。太好了，首长，至少有能源启动通讯和短途推进器了。能量恢复是好事，但刚才的实验波动很可能像上次引来了不该来的东西。引导者启动被动雷达，最大灵敏度，扫描周边空域。扫描中，警告：检测到超光速跃迁引起的空间涟漪，坐标 Z13区域，有物体正在接近，匹配信号特征，确认为监察者快速侦察艇。首长，打吗？我们能源有限，武器系统只有近防激光阵列能部分启动。不打，难道等他呼叫主力舰队吗？他速度快，我们跑不掉，只有打掉他，才能争取时间。设定陷阱，引导者，计算侦察艇最优侦察路径。王五，将剩余的大部分能量优先输送给近防激光阵列，超载充能，但保持静默，不要主动扫描。计算完成，最优路径经过 C 区小型星群，能量输送给近防激光阵列，充能 50%、70%，充能完毕。很好，引导者，模拟一块具有微弱能量信号，类似我们实验残留的小行星碎片信号，投射到 C 区7号小行星背面，然后方舟引擎点火，向相反方向做短途喷射，制造我们刚逃离、试图隐藏的假象。明白，诱饵战术。
目标进入射程，近防激光阵列解锁，锁定目标引擎部位，开火！命中目标，引擎摧毁。很好，引导者，向那艘瘫痪的侦察艇发送明码通讯。监察者的侦察艇听着，这是警告，也是唯一一次仁慈。你们的引擎已被摧毁，但生命维持系统尚在。立即向你们的主力舰队发送任务失败、遭遇未知势力伏击、信号源为假目标的信息，然后你们可以等待救援，或者选择自毁。如果让我监测到任何试图报告我们真实位置的信号，下一道激光会打穿你们的指挥舱。现在，稳出这片星域。首长高啊！这下他们短时间内不会派大部队来这个错误方向了。危机暂时解除。引导者，利用刚获得的能源，结合我们已有的星图碎片以及艾塔可能恢复的微弱北，重新计算通往漂流牧场的最安全航线。能源输入正在计算，接收到艾塔单元的微弱灵能共振辅助，航线计算中，计算完成，新航线已标注。将利用沿途3处已知的宇宙尘埃富集区进行间歇性能源补充，预计航程时间缩短40%。阶段性休整结束。黄武，检查方舟状态，特别是新能源系统的稳定性。10分钟后我们启程。目标：漂流牧场。该去拿回属于我们的钥匙了。